朋友，有些话可能听起来不太顺耳，但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已经年过半百，积蓄却只有区区10万美元，别再幻想靠着投机取巧就能一夜暴富。事实上，你很可能无法实现100万财富的目标。然而，如果你能摒弃那些不明智的做法，或许还能积累到40万甚至50万美元，而这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就足够让你安度晚年。前提是你人生中的其他方面都处理得当。令人担忧的是，许多50岁以上的人，其投资方式仍然和30岁的年轻人别无二致，这简直是糊涂至极。他们冒着自己根本无法承受的风险，仅仅因为某些网络上的年轻人鼓吹要保持激进的投资策略。我亲眼见过无数聪慧之人，工程师、医生，那些真正有头脑的人，因为盲从所谓的专家建议而葬送了自己的退休金。他们50多岁时手握15万美元，就敢于将所有资金投入股市，还自鸣得意。然而，一旦市场经历大幅下跌，比如40%，到了57岁，他们的资产可能只剩下9万美元，需要整整1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意味着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10年就这样白白流逝了。这残酷的现实是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深刻领悟到的。如果我能在50岁，而不是65岁的时候，就明白接下来要告诉你的道理，我本可以提前10年退休，整整10年。这段光阴是无法弥补的，这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纸上谈兵。我曾亲身经历过你们即将犯下的每一个错误，也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朋友们重蹈覆辙。如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70多岁了，却仍然不得不工作，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生计。因为在50岁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继续冒险。他们之中还有些人，到了古稀之年依然奔波劳碌，不是因为热爱工作，而是因为50岁那年，他们无法接受平淡的生活。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没有人愿意正视它。50岁时，你最多还有15年的时间能让你的积蓄真正为你创造价值。如果你足够幸运，想工作到70岁，或许能有20年的时间，但你收入最高的黄金时期早已过去，你不太可能再获得晋升，薪水也很难再大幅增长，更别提开创什么伟大的事业了。那个可以用高薪弥补投资失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应该与30岁时截然不同，但遗憾的是，没有人明确地告诉你这一点。投资建议似乎永远都是老生常谈，坚守股市，长期持有胜过频繁交易，别做胆小鬼。这简直是误导，因为游戏规则早已改变，而你却还在遵循旧有的法则。30岁时，如果市场下跌50%，你可能只是感到有些不快，然后继续向你的养老金账户供款，逢低买入。10年后，你很可能安然无恙，甚至有所盈利。但是，如果你在55岁时遭遇同样的市场暴跌，那将是毁灭性的。距离退休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你需要那些收益来弥补损失。而在等待市场复苏的过程中，你逐渐衰老，健康状况下滑，工作能力也在下降。仅仅一次大幅下跌，就可能迫使你工作到75岁。仅仅一次，而真正让我感到愤怒的是，
人们其实心知肚明，在内心深处，他们明白自己已经不再年轻，却不愿承认。他们不愿意在社交场合成为那个小心谨慎的人，不愿意让那些去年在某些热门股票上赚得盆满钵满的朋友觉得自己是个保守的懦夫。于是他们选择继续激进的投资操作，孤注一掷，仿佛还有40年光阴可以挥霍。然而市场是无情的，它不会顾及你的虚荣心，它会用残酷的现实来告诉你，你的选择是错误的，而且绝不会手下留情。问题其实很简单，年过50的人仍在沿用年轻人的投资方式，他们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我认识一位52岁的男士，他的退休账户里有12万美元，全部投资于股票，其中一半还是听信某个播客推荐的科技股。他自以为聪明，认为这是最大化回报的最佳策略，他简直是愚不可及。你想知道结果会怎样吗？我来告诉你确切的结局，因为我见过太多类似的例子，泡沫终将破灭。我认识一位聪明的工程师，在一家知名公司工作，53岁时拥有28万美元的资产，原本计划60岁退休，仅仅2年后，他的资产就缩水到了9万5千美元。此后的12年，他拼命工作以弥补损失，最终在68岁才得以退休。整整8年的黄金岁月就这样消失了。原本可以安享的健康年华，却因为贪婪而毁于一旦。原本应该做出明智的抉择，但就像2008年那样，同样的故事，不同的崩盘。许多50多岁的人拥有不少资产，却选择全部投入市场，因为他们相信房地产只会涨不会跌，股市也终将复苏。市场确实会复苏，但当你56岁时，所谓的终将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工作到70岁。问题不在于人们承担风险，而在于他们承担了自己无法承受的风险。30岁时激进投资可能是明智之举，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依靠复利来弥补失误。但50岁时激进投资就是在拿你的退休生活做赌注，而最终庄家总是赢家。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这一点。这些人绝非愚笨之人，可他们依然一意孤行，依然全仓持有股票，依然执着于寻找下一个像亚马逊一样的潜力股，依然追随 YouTube 上那些年轻人的论调，认为投资债券是失败者的选择。50岁了，你竟然还在挑选个股，追逐成长股，你在做什么？数学很简单，残酷却简单。如果你的资金损失了50%，你需要获得100%的回报才能回到原来的水平。30岁时，你或许还有时间实现这一点，20年甚至30年，你都能安然度过。但到了50岁，你还剩下多少时间？10年、15年，你需要每年获得10%的回报才能回到起点。而在那10年里，你本应该在积累养老金，而不是从自己造成的灾难中恢复。但人们不会考虑这些，他们只想着潜在的上涨空间。如果市场上涨了30%，而我却只持有4%收益的债券，那我岂不是错失了部分收益？所以又怎样呢？你知道比错失30%收益更糟糕的是什么吗？是亏损50%，并且还得为此多工作5年。
这就是投资的本质，也是许多人不明白的地方。50岁以后的风险不是该死，真希望当初赚更多钱，而是我无法退休，必须继续工作，即使身体疼痛疲惫不堪，也无法停下脚步。我亲眼见过这种情况摧毁了无数人的生活，而这一切完全可以避免。你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吗？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老了，仅此而已。这就是全部真相。转向债券，降低股票配置，选择稳健的策略，这些都像是承认失败，仿佛在承认自己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承认自己不再是那个年轻时敢于冒险的自己。于是人们继续激进投资，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什么。你的自尊心会让你陷入贫困。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聪明人、成功人士，一生都做出正确决策的人，突然到了50岁，就无法忍受自己变得平庸。他们在社交晚宴上听着朋友们吹嘘加密货币或者热门股票的收益，而你坐在那里，拿着那些收益平平的股息股票和债券，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于是你开始追逐，买下他们买的东西，变得激进，渴望重拾那种聪明的感觉。而6个月后，市场暴跌30%，你的那位朋友再也不提他的投资组合了，但破产的却是你。这就是社会认同效应，世界上最强大的心理力量之一。如果任其发展，它将摧毁你的退休计划。还有近期偏见，市场上涨了10年，人们就以为它会永远上涨。他们忘记了2008年，忘记了2000年，甚至忘记了1987年。他们总以为这次与以往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市场的涨跌循环是永恒不变的，过去如此，未来亦然。可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10年的盈利让他们自以为是天才，直到崩盘来袭时才彻底懵了。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2000年发生过，2008年也发生过，将来还会再次发生。市场会记得，即使你忘记了。最荒谬的是，这种心理还会摧毁50岁以后的人，损失规避。人们对错失收益的恐惧，竟然让他们孤注一掷。想想看，这逻辑完全是颠倒的。50岁时错过20%的收益根本不算什么，当然令人恼火，但这算不了什么。而损失50%才是灾难性的，足以颠覆你的人生。但人们就是看不清这一点，他们只盯着潜在的收益垂涎3尺，看到债券只有4%的收益，就觉得自己损失惨重。于是他们死守股票，保持激进的姿态，承担着绝对无法承受的风险。因为错失良机的痛苦远比抽象的亏损可能性更令人煎熬，直到真正的亏损发生，他们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我自己也曾如此。顺便一提，我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说教。50岁时，我仍然觉得自己只有35岁，我承担着不该承担的风险，做着不该做的投资。我只是运气好，市场配合了我，最终安然无恙。但我当时愚蠢至极，运气不是策略。如果情况不同，我可能就白白浪费了数年光阴，而这些岁月是永远无法挽回的。你的自尊心、社交圈子、近期的市场经历、害怕错失良机的心理，所有这些因素
都在合谋诱使你承担不该承担的风险，而市场正静静地等待着，像一个沉默的死神，准备向你揭示那是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好，现在告诉你该怎么做，方法很简单，虽然不易践行，但逻辑清晰。首先，接受现实，你没有40年的时间可以挥霍，你只剩下15年，最多20年。如果你还想工作到60多岁，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50岁时，我还以为时间是无限的，我错了。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同样错了。时间是唯一无法挽回的财富，而到了50岁，你的时间正在快速流逝，所以别再像30岁那样投资了。以下是50岁时应该考虑的资产配置方案。或许60%股票和40%债券，到了55岁调整为50%股票和50%债券。60岁时则是40%股票和60%债券，这很无趣吗？是的。你70岁会破产吗？不会。你现在选一个。我知道肯定有人会反对。查理，按照这个配置，我永远都达不到100万。你说的对，你很可能达不到，但激进投资同样无法保证你实现这个目标。你知道结果会怎样吗？你可能会涨到20万美元，然后又跌回8万美元，恐慌抛售，从此一蹶不振。这种戏码我见过无数次。50岁以后的目标不是追逐某个虚幻的数字，而是攒够足够的钱，在你身体发出警报时能够安心停下脚步，仅此而已。第二条规则，别再试图寻找下一个特斯拉了，彻底放弃这个念头。你做不到，你缺乏相应的能力，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更没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即使你自认为有，去买那些沉闷的公司股票，那些持续派息50年的企业，比如可口可乐、强生、宝洁，这些公司令人兴奋吗？不，但他们每个季度都会向你派发股息，无论市场涨跌吗？是的。15年后，你需要的是收入来源，而不是一张彩票。股息就是收入，成长股不是。成长股代表的是希望，而希望不是投资策略。我一生都在持有这类平淡的股息股，它们非常棒，他们会因为你持有它们而付钱给你。他们不在乎市场如何波动，即使市场暴跌30%，我照样能收到股息支票。这才是50岁时你真正需要的。第三，降低波动性，而不是回报率。请仔细听我说，这至关重要。如果你的本金损失了50%，你需要获得100%的收益才能回到原来的水平。这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数学定律。30岁时，你有时间弥补损失，但50岁时则不然。因此，首要任务是避免亏损，而不是追求最大的收益。战胜市场，避免亏损才是关键。平淡稳健永远胜过破产。第4条规则至关重要，必须持有3到5年的生活费作为现金和短期债券。这条规则无人遵守，却人人都应该遵循。其重要性在于，如果在你退休的那一年市场突然崩盘，除非你持有足够的现金，否则你将彻底陷入绝境。你将被迫在市场底部抛售股票来支付食物和房租，从而锁定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如果你持有足够的现金，你就不需要抛售任何资产，可以靠现金维持3到5年，直到市场复苏。
你的股票将会回升，你就能安然无恙。我始终保持着5年生活费的流动资金储备，因此绝不会在暴跌时被迫抛售。这条规则比任何投资都珍贵。我告诉你，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感觉像是在浪费金钱。这笔现金本可以在市场里赚取10%的收益，或许吧，但也或许在你退休的那一年，市场暴跌40%，你将血本无归。现金储备并非为了让你致富，而是为了防止你破产，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五，一切自动化运行，年过50，不应该凭当日的情绪来做投资决策。设定好你的资产配置，然后每年再平衡一次，仅此而已。别天天查看盘面，别看那些财经新闻头条，别恐慌抛售，别追涨杀跌。你无法战胜市场，谁都无法战胜市场。所以别耍小聪明，老老实实地按照计划执行。我见过那些原本拥有完美投资计划的人，他们在市场调整时惊慌失措地抛售了所有资产，又在行情上涨时兴奋地买入垃圾股。他们亲手毁掉了自己。计划唯有坚持才能奏效，而唯有不被市场波动牵着情绪走，才能坚持到底。这才是真正的解药。枯燥的资产配置和股息股票，首要保护本金，保留现金，自动化操作，这会让你致富吗？不会。但它能让你退休吗？能。而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让我告诉你，忽视这些建议会怎样。假设你今年52岁，存了10万美元，你100%投资于股票，因为你打算长期持有，你对自己感觉还不错，市场持续上涨，你的账户也在增长，一切顺利。然后在你58岁时，市场暴跌40%，来得非常快，每次都是如此。此刻你只剩下18万美元，而不是本应拥有的30万美元。距离退休只有6年，却白白损失了6年的积累成果。那么你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工作到65岁，再到67岁，甚至70岁。因为你需要这笔钱，因为你负担不起退休，因为那次崩盘摧毁了一切。那额外的潜在收益值得你多工作5年吗？值得你在70岁时每天清晨拖着疲惫的身躯去从事你早已厌倦的工作吗？我亲眼目睹熟人遭遇此境，那些我曾经欣赏的人，他们70多岁了还在工作，健康日益衰弱，浑身疼痛，终日疲惫，却无法停下脚步，因为他们需要钱。50岁时，他们无法忍受平庸的想法。再看另一种情形，你55岁，始终按时缴款，自认为一切都做得对，唯独从未调整资产配置，你依然激进，仍在追逐高回报。一切看似安好，直到崩盘降临。62岁那年，市场暴跌，你损失了45%的资产。如今65岁的你面临抉择，贫困退休还是继续工作。于是你选择继续工作，但没有人告诉你年近古稀时工作的真相。身体不再听使唤，你更容易疲惫，更常生病，浑身疼痛，而就业市场并不欢迎你。你成本太高，你年纪大了，不熟悉新的系统，于是你只能困守现有的岗位，祈祷不要被解雇，因为你负担不起离职，也负担不起退休。这就是你的60岁，
这就是你用50岁时的高回报机会换来的代价。我并非杜撰，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聪明的人，成功的人，那些30年来事事做得完美的人，却在50岁时贪婪了一把，最终毁了自己。真正的代价并非金钱，而是时间，是你人生最后的那些宝贵时光，那些你仍然足够健康去旅行，享受生活，实现毕生奋斗目标的岁月，却将不得不耗费在办公室或工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生计。因为你在58岁时损失了半数资产，并且再也未能挽回。而真正让你彻夜难眠的是，这一切本可以完全避免。我见过所有遭遇此境的人都能避免悲剧，他们只需在50岁时安于平淡，仅此而已。这就是全部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做不到，他们无法忍受这样的想法。当朋友们在科技股赚取15%的收益时，自己却只能靠均衡投资组合获得6%的回报，于是他们盲目追逐，最终血本无归。如今72岁的他们仍在工作。那些今天吹嘘投资回报的朋友们，15年后你再看看他们，我敢保证，其中半数人仍在工作。市场不在乎你的虚荣心，他不在乎你的退休计划，他不在乎你疲惫不堪想停工。只要你放任，他就会吞噬你的钱财。而到了50岁，你已无力挽回。这不是威胁，这并非悲观主义，这纯粹是数学定律。你可以选择忽视它，但数学定律不会因你的信与不信而改变。让我告诉你一个可能让你更容易接受的道理：平淡无奇没关系。事实上，年过50后，保持平淡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当朋友们在晚餐时吹嘘加密货币收益或当月流行的其他荒唐事时，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你微笑，你点头，你说太棒了，然后你回家面对自己平淡的投资组合，正是它让你能够准时退休。当他们问你为何投资债券时，你告诉他们真相：因为我想退休，仅此而已。这就是全部的答案，无需辩解，无需辩护，你不必向任何人证明什么。50岁时的平淡无奇，意味着65岁时的安详舒适，这就是交易。那些此刻活得精彩的朋友们，将来可能会陷入困境。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如此，有些人会走运，但大多数人会失败，而你将成为那个退休之人。当他们仍在工作时，让我为你重新定义成功。50岁以后的成功并非战胜市场，也非在朋友圈中获得最高回报，不是发现下一个亚马逊。50岁以后的成功是及时退休并拥有足够的资金，安享晚年，仅此而已。这就是整个游戏的全部，其余皆是虚荣。我毕生都在寻找不对称的赌局，那些上行空间巨大，下行风险有限的局面。年轻时靠此致富，但年过50后，非对称博弈的本质是避免亏损。想想看，50岁后激进投资的收益或许每年多赚3%或4%，退休时资产可能从45万美元增至55万美元。但如果遭遇暴跌亏损50%，你将被迫工作到72岁，这两种结果根本不可比，风险回报比完全倒置。所以明智之举，真正理智的做法是守护现有的财富。年过50后，保本永远胜过追求收益最大化。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会想，
查理，这太消极了。你是在说我无法致富吗？没错，我要告诉你们的是，50岁之后，你们再也无法真正意义上致富了。那个窗口已经关闭，你们要么守护现有的财富，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它流失，这就是你们的选择。我知道这很难接受，我知道这感觉像是在放弃，但这并非放弃，而是成长。这意味着理解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并遵循新的规则行事。年轻人应该勇往直前，敢于冒险，全力以赴。他们有时间从错误中恢复，而你没有。这并非贬低，也非评判，只是现实。你越早接受这个现实，就越能安然度日。我99岁了，投资生涯比你的生命还要漫长。我告诉你，稳健之道方为上策。它不惊艳，不会让你自诩天才，朋友们也不会惊叹，但你终将安享退休。你将拥有足够的财富，在身体尚可时便能停止工作。15年后，当你65岁告别职场，随心支配自己的时间时，你会无比庆幸自己在50岁时选择了平淡。请相信我，让我换个方式说明。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背后的数学原理。假设你有10万美元，目标是达到100万美元，这意味着你的资金需要增长10倍。要实现10年翻10倍的目标，你每年必须获得25%的回报率。若用15年实现，每年需18%的回报率，20年则需12%的年化收益。现在你50岁，如果运气好，剩余的工作年限约为15年，因此你需要每年获得18%的年化回报率。你知道有什么能在15年里平均每年达到18%的回报吗？没有，没有任何可持续的、真实的、你能真正依赖的投资能够做到这一点。股市长期的平均回报率不过10%，慷慨估计也只有11%。所以要达到100万的目标，你需要连续15年每年跑赢市场7%。你做不到，没有人能持续做到。我做不到，巴菲特也做不到，谁都做不到。所以从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的目标纯属幻想，不可能实现。什么才有可能实现？达到40万美元。如果一切顺利，或许能达到50万美元，前提是你持续投资，并且未在崩盘中损失半数本金。你知道吗？这或许已经足够了。如果你拥有无贷款的房产，保持合理的开销，并享有社会保障，40万美元或许真的能让你安度晚年。但前提是这笔资金在你65岁时仍然存在，而不是在58岁时损失一半，然后花费7年才恢复元气。看，这才是人们忽略的真实计算。关键不在于收益潜力，而在于规避下行风险。换个角度思考，50岁以后的每一年都弥足珍贵。你大概还剩下多少？25个黄金年头，运气极佳的话30年，仅此而已。这就是你拥有的全部。所以每因无力退休而被迫工作的一年，都意味着永远无法挽回的时光。你用金钱换取的正是本该谨慎经营时本可拥有的时间。无力退休而被迫工作的一年便永远无法挽回。你正在交易自己的时间，那是唯一无法用金钱换回的资源，而这些金钱本可通过谨慎理财获得。这就是人们看不见的交易，
他们只盯着潜在的回报，却忽视了流逝的岁月。但岁月才是真正重要的，金钱不过是赎回时间的工具。如果为了追逐回报而损失金钱，连同时间也一并丧失。容我换个角度说明，年轻人应该积极进取，因为他们用时间换取潜在的收益。他们拥有时间这个资本，可以承担风险，即使亏损也能重来。而年长者，没错，50岁对投资而言已算高龄，应该采取防御策略，因为他们是用潜在的财富换取确定性的时间。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了，你承受不起损失，因为时间无法弥补。这套逻辑截然不同。50岁对投资而言已属高龄，应该采取防御策略，因为他们用潜在财富换取的是确定性时间。你已无时间可耗，你承受不起损失，因为你无法弥补。这完全是不同的数学逻辑，但人们到了50岁，仍然用30岁时的投资方式操作，这简直是疯狂。顺便说一句，这并非悲观主义，我并非要你放弃，也并非预言你注定失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这是数学定律，这是现实，而现实从不顾及你的感受。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能够安享退休生活，他们62岁、65岁甚至67岁就停止工作了，他们积蓄充足，生活无忧。不懂这个道理的人将会工作到生命的终结。我绝非夸大其词，我亲眼所见72岁的人仍在劳作，并非热爱工作，而是别无选择，只因他们在55岁时过于激进，最终败北，如今已无回旋余地。而你仍然有时间，此刻50岁的你仍然有时间扭转局面，但你不会永远有时间，每拖延1年就少了1年可以挽回的时光。每当市场暴跌时，你仍然全仓持有风险资产，就意味着你可能需要多工作1年。时钟在滴答作响，无论你是否察觉。所以这里有真知灼见，真正的智慧是我50岁时多么希望有人告诉我的事。投资的意义不在于致富，而在于避免破产。避免破产的法则很简单，你得平淡无奇，你得守护本金，你得降低风险，你得接受自己不再是30岁的自己，然后你得相应的投资，仅此而已。这就是全部要义。要平淡，要谨慎，要为退休做好准备，要么选择平淡无奇，要么选择刺激破产，直到75岁还在工作。这就是你的选择。我早已做出选择，并为此庆幸。人生要么守护现有资产，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它流失，唯有这2条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62岁就能安享退休生活。或许65岁，他们资金充裕，他们过得安稳，不算富裕，但足够他们用余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旅行、阅读、陪伴孙辈，做任何对他们有意义的事情。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将会工作到生命的终结。我并非夸大其词，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70多岁的人们仍然日复一日地去上班，并非出于热爱，也非怀揣激情，只因他们需要金钱，只因他们在55岁时过于激进，而市场给他们上了他们无力承担的教训。我今年99岁，我的投资生涯始于你们多数人尚未降生之时，
历经所有的崩盘、泡沫、恐慌与复苏。我见过两种人，那些平淡无奇却提前退休的，以及那些追求惊心动魄却不知其中差异的。这与智力高低无关，不在于收入多少，也不在于学历深浅，关键在于能否接受现实。50岁后，游戏规则已然改变，若仍按旧法则行事，必将败北。所以请允许我明确指出，若你现年50岁，仅存10万美元积蓄，本该在20年前就开始储蓄，但你没有。如今事已至此，抱怨也于事无补。当下才是开始的最佳时机，速速变得稳健，调整你的资产配置，买入股息股，建立现金储备，别再耍小聪明。本周就行动，别拖到下个月，别想着等本周有空再研究，因为每拖延1个月，就意味着你多承担1个月不必要的风险，而你已经没有多少个月可以浪费了。现在有些人会选择无视这些建议，你们会继续固态复萌，保持激进，追逐回报，试图战胜市场。或许侥幸得手，或许市场配合，或许最终安然无恙，但这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可能的是，你们将在下一次崩盘中损失40%的资产，耗费10年的光阴才得以恢复。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70岁，这5年的光阴永远无法挽回，选择权在你手中。选择平淡无奇，选择稳妥。当你的身体发出退休的信号时，随时准备启程，或者选择惊心动魄，冒险投机，祈求幸运的眷顾。如果运气不佳，便工作至生命终结。我清楚自己会如何抉择。事实上，我早已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对我而言成效斐然。人生要么守护现有的资产，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它流失，唯有这2条路。懂得这个道理的人，62岁便能安享退休生活。或许65岁，他们资金充裕，他们过得安稳，不算富裕，但足够他们用余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旅行、阅读、陪伴孙辈，做任何对他们有意义的事情。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将会工作到生命的终结。我并非夸大其词，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70多岁的人们仍然日复一日地去上班，并非出于热爱，也非怀揣激情，只因他们需要金钱，只因他们在55岁时过于激进，而市场给他们上了他们无力承担的教训。我今年99岁，我的投资生涯始于你们多数人尚未降生之时，历经所有崩盘、泡沫、恐慌与复苏。我见过2种人，那些平淡无奇却提前退休的，以及那些追求惊心动魄却不知其中差异的。这并非智力高低的问题，不在于收入多少，也不在于学历深浅，关键在于能否接受现实。50岁后，游戏规则已然改变，若仍按旧法则行事，必将败北。所以请允许我明确指出，若你现年50岁，仅存10万美元积蓄，本该在20年前就开始储蓄，但你没有。如今事已至此，抱怨也于事无补。当下才是开始的最佳时机，速速变得稳健，调整你的资产配置，买入股息股，建立现金储备，别再耍小聪明。本周就行动，别拖到下个月，别想着等本周有空再研究，
因为每拖延1个月，就意味着你多承担1个月不必要的风险，而你已经没有多少个月可以浪费了。现在有些人会选择无视这些建议，你们会继续固态复萌，保持激进，追逐回报，试图战胜市场。或许侥幸得手，或许市场配合，或许最终安然无恙，但这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可能的是，你们将在下一次崩盘中损失40%的资产，耗费10年的光阴才得以恢复。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70岁，这5年的光阴永远无法挽回。选择权在你手中，选择平淡无奇，选择稳妥。当你的身体发出退休的信号时，随时准备启程，或者选择惊心动魄，冒险投机，祈求幸运的眷顾。如果运气不佳，便工作至生命终结。我清楚自己会如何抉择，事实上，我早已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对我而言，成效斐然。